你应该已经听说珠峰的最新身高公布了8848.86米。今天之前，你的脑海里可能只有8848这个数据，但其实它早在2005年就停止使用了。1975年，中国测定的珠峰高度是8848.13米，这也是多年来广为流传的珠峰高度。2005年，由于发明了雪深雷达，我们检测出了珠峰顶端雪深，更新珠峰裸高数据为8844.43米。大概是因为8848太深入人心，8844这个数据多年来都没什么存在感。有人可能想问，海拔0米到底是从哪儿算起？珠峰上厚厚的冰层算不算是珠峰的身高？本次测得珠峰的新身高是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峰峰顶雪面海拔高。全球高程基准是根据全球的海平面得到的高程基准。至于为何测算峰顶雪面海拔高而非岩面海拔高，一是因为本次测量中雪面的高程值具有更高的精度，二是对于人类登山活动来说，登山雪面高度这一高度值更具有象征意义。那对于这次最新的测算，或许你心中还有很多疑问：为什么高度公布要等好几个月？队员们在山上都经历了什么？重新测高的意义在哪？我们先来说为什么要登顶后几个月后才出结果。其实几个月的时间真不算长。为了这次测量，去年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就带着45名成员建立了7个项目组，搭建模型，模拟测量推算的过程。今年队员登顶后完成了 GNSS 测量、水准测量、三角测量、雪深雷达测量、重力测量、4大地水准面净化等技术，还要尽可能消除数据因温度、气压、折射环境等因素产生的误差。经过一系列的数据解算、理论研究及反复验证，才能得知珠峰的新身高。再看技术，想排除误差就需要精密仪器。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，1克重量都是极大的负担。毕竟在海拔5000米的位置，人徒步就相当于平地负重30公斤。掺标、GNSS 接收器、雪深雷达、测算队员都要背在身上。这次队员们带上峰顶的国产测量仪器，体重很轻，甚至领先于同类型的进口装备。以华测导航提供的 GNSS 接收机为例，主机重量为2.2千克，天线重量400克。同类型的美国的天宝的设备主机重量达2.34千克，天线重量为590克。设备做到了极致，专业队员们自我挑战的程度也到了极致。在覆盖冰雪、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峰顶斜面上，队员们停留了150分钟。树地掺标，安装 GNSS 天线，完成了与位于珠峰北坡不同海拔的大本营、中绒部冰川、西绒部冰川等6个交汇点队员的协同配合，还开展了峰顶雪深、气象等测量，有序完成了繁杂的测算记录工作。这紧张有序的150分钟，也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的新纪录。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，可为了登顶，队员们克服的考验更是极限中的极限。2020珠峰测量路线一共包括6个营地，1号营地与2号营地之间的大风口被登山者们称为珠峰死亡之地。由于峡管效应，这里的风力最高能达到12级。大风夹杂着冰雪造成的极端的恶劣天气，登山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吹下攀登路途两边的悬崖峭壁。而就算经过了海拔8300米的3号营地，下一段向峰顶进击的路途，坡度和海拔都骤然上升，不仅给攀登者们带来高空风、滑坠、90度垂直攀登这样的极限挑战，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体需要承受缺氧、高原反应等所带来的种种不适。到2019年12月，全球仅有共5780多人成功登顶珠峰。途中不幸丧生的超过300人，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有雪崩、滑落、高原反应和严寒等。在306个死亡案例中，雪崩为最普遍的致死原因，占到总数的1/4，其次为滑落，占23%。到今天，珠峰上还遗留着约200具登山者遗体。既然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还派人登顶测量呢？一是为什么要重新测，二是为什么一定要靠人力测。一定要测，是因为珠峰高度的变化能够为各种学术研究提供资料。比如，如果珠峰长高了，意味着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在继续碰撞；如果珠峰变矮了，意味着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有了分离的趋势。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党亚民说，长期来看，这座山脉以每年4.4毫米的速度缓慢升高。短期来看，地震也可能影响珠峰的高程。除了了解地壳及板块运动情况，重新测高对研究我国未来的生态环境、冰川监测和地质调查等方面有着深刻意义。
比如 GNSS 测量、水准测量与重力测量的数据，将为后续的4大地水准面模型建立打下坚实基础。测量成果还可用于地域重力场模型的建立，助推关于减灾、防灾和地震预报的研究。重新测高不仅能体现我国测绘技术的最高水平，反映技术上的进步和对自然的探索精神，更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可即便测算精度更高，机器还是没法彻底代替人。珠峰顶部风大，空气密度低，空间小，直升机和飞行测量仪器难以控制着陆，且螺旋桨带来的气流可能引起雪崩。想让测算人员靠直升飞机在顶峰集合，不仅需要1/10000的技巧，更需要20000%的运气。为了这次登顶，队员们努力了3次才成功。5月6日，登山队第一次出征冲顶，30多名队员从5200米珠峰大本营向顶端进发，但由于北奥冰壁有流血风险而下撤。5月16日，登山队第2次向峰顶发起突击，经过4个小时的徒步，从珠峰山脚到达海拔5800米的中间营地。17日，用了近5个小时，走了近9公里，终于到达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。但冲顶时因天气原因，海拔7790米以上区域雪深过密，登山队决定再次下撤。5月24日，测量登山队第3次从6500米前进营地出发，成功穿过北奥冰壁和大风口。26日，测量登山队公布了新一轮8人冲顶队员名单，队员从海拔7790米的2号营地出发，前往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，计划27日凌晨开始向峰顶进发。5月27日11时整，8名队员克服重重障碍，终于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那些向高处攀登、向天空伸展的尝试，无不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和执着。其实，人类300多年前就已经迈出了为世界最高峰量身高的脚步。19世纪50年代初期，英属印度测量局在印度境内对珠峰进行遥测，公布了8840米的数据。1954年，印度利用3角测量法对珠峰高程进行修正，计算出8847.6米的结果。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确珠峰高程数据。6年后，1960年5月25日，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，也实现了人类首次从珠峰北坡攀登成功的壮举。期间，队员们4次冲向顶峰，仅在第3次冲顶就有25人被不同程度冻伤，汪基、邵子庆2名队员不幸牺牲。1975年，中国测量队员用传统大地测量方式，精确测得珠峰海拔高度为8848.13米，得到国际社会认可，将餐标树立在珠峰峰顶，实现了人类史上首次将测绘工具带上珠峰峰顶的壮举。成就背后同样有代价。测量队员郁其清在完成重力测量与航测任务后，发烧到41度，2天后转成肺水肿、胸膜炎并发症。连续半个月的高烧让郁其清由一个壮汉变得骨瘦如柴，体重由141斤下降到70斤。4个月后，他大病初愈，而因此留下了动脉硬化、静脉曲张等后遗症。测量队员普布在7790米的2号营地著名的大风口执行重力测量任务。为了使重力仪器的水准气泡稳定，他脱去右手手套，在距珠峰1.9公里处咬紧牙关趴在冰面上，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测得重力数据，创造了世界重力测量史的高度纪录。但普布的4根手指被冻伤至坏死，做了截肢手术。1999年，美国探险队测出珠峰新高度为8850米。2005年，我国珠峰探测队40多名队员再次冲顶，分 GPS 测量分队、水准测量分队、重力测量分队及登峰冲顶分队等4队，最终测得珠峰峰顶海拔高程为8844.43米。精度是测绘的生命。一甲子的轮回后，新一代中国测量登山队队员再次进发，是挑战与梦想，更是责任与使命。因为中国人登上的新高度，就是世界的新高度。峰顶的景色，我们认真看过。